毒液强度堪比硫酸。小小的隐翅虫，它们的毒性究竟有多强？在自然界中，生活着成千上万种昆虫，虽然它们的体型很小，但是有一些却能够对人体造成巨大的伤害。近年来，我国就有非常多被昆虫伤害而送进医院的案例，而这些人几乎都是被一种名为隐翅虫的小虫子攻击。那么，能够将多人送进医院，隐翅虫的毒性究竟有多强呢？其实，隐翅虫的长相与蚂蚁非常相似，其大小也与蚂蚁差不多，但是它们的杀伤力可是比蚂蚁大很多的。如果这种虫子停留在人们的皮肤上，被拍打后，它们体内的毒液会对皮肤产生很强的腐蚀性，就像是硫酸一样。根据专家对它们毒素的研究，发现隐翅虫的体液比眼镜蛇的毒素还要强很多，只不过因为它们的体型较小，所产生的毒素不够多，所以看上去并没有眼镜蛇厉害。但仅仅是这么一点点毒素，就很有可能威胁到人们的生命。那么隐翅虫的毒素为什么会这么强呢？这是因为隐翅虫的毒素中含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昆虫分泌物，这种物质对人体的伤害非常大，无论是接触皮肤表面，还是注射到血液中，或者是被人们吃进肚子里，这种毒素都会对人体产生伤害，而且这种毒素能够留存的时间非常久，在晒干后甚至可以保持8年以上的时间。毒液强度堪比硫酸，小小的隐翅虫为什么会进化出如此强大的毒素呢？其实隐翅虫体内的毒素并不是它们自己合成的，而是它们的一些假单细胞产生的，并且这种毒素只有一部分雌性隐翅虫才有，大部分的隐翅虫体内的毒素都是与之是不同的，而且是通过它们的母体转移给它们的。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毒素，隐翅虫的每个生长阶段都会拥有，它们的毒素并不是被动释放的，在一些情况下，它们也会主动释放毒素，对人体造成伤害。虽然隐翅虫后会对人体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，但其实它们在农业和医学中都有着很大的用处。在人们对隐翅虫毒素的研究过程中，发现它们的毒素可以破坏组织细胞的同时，也可以将它完整的恢复。所以专家们开始用隐翅虫的毒素治疗皮肤上的疾病，并且取得了重大的进展。不仅如此，隐翅虫还可以消灭一些农业上的害虫，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成为益虫。所以隐翅虫并不是一无是处，我们对它还是需要保持正确的看法。不能因为它们的毒素就过于排斥，而且并不是所有的隐翅虫都会对人体造成很大的伤害，只有一部分会使人们患上隐翅虫皮炎，并且只有在接触了一种叫做毒葛的植物后，才会产生较大的中毒反应。那么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隐翅虫后，应当做出怎样的应对方法呢？近些年来，隐翅虫出现在人们生活中的频率越来越高，也难免会有一些人会遭到隐翅虫的攻击。所以当隐翅虫接触到皮肤后，一定不要将它们拍死，可以选择用吹气的方式赶走，避免受到更加严重的伤害。一旦皮肤接触到了隐翅虫的毒液，一定要用肥皂水对其进行反复的清洗，然后再用清水冲洗伤口。在简单处理好伤口后，需要及时去到医院，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，避免因为处理不当而造成2次伤害。一般在医生的帮助下都可以很快的恢复。那么在生活中应该如何预防隐翅虫的出现呢？首先必须将室内的环境进行清理，防止隐翅虫躲藏在一些不容易发现的角落中，并且房子周围的垃圾杂草也需要清理干净，这样的环境才能够防止隐翅虫的出现。并且在夏季时可以安装防止蚊虫的纱窗，而且可以在纱窗上涂抹杀虫剂，减少隐翅虫飞入室内的可能性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，隐翅虫具有趋光性，在夜晚关灯玩手机的时候最容易被它们攻击，所以也要非常注意这一点。在隐翅虫数量较多的地区，也可以利用这一点来集中捕捉。其实只要采用正确的防治措施，隐翅虫也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恐怖，还是要以平常的心态看待它们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